有什麼缺點你儘管說，我放大給你看。大家好啊，今天是3月的最後一天，其實是3月27日就看到小梅的直播，當時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一直拖到現在才來說一說。最近小梅在社交平台上也更新了小汪宝的视頻，剛出生的小寶宝真的怎麼看都很可愛，那種剛當媽媽的狀態，其實很多人應該都能共情得到，就是会忍不住一直看，一直覺得怎麼看都喜歡。視頻裡小汪宝睡覺的樣子也特別安靜，很軟很乖，有時候會覺得有點像媽媽，有時候又好像有點像爸爸，但其實這種判斷也不太準確，因為新生兒的樣子本來就會慢慢變化。很多人會說男孩子更像媽媽，其實這裡面是有一點生理原因的，因為孩子會從父母雙方的繼承一半的基因，但有些和外貌相關的特徵，比如膚色、五官比例，是由不同基因組合決定的，而且有些基因是顯性的，有些是隱性的，所以表現出來的結果會不一樣。再加上男孩子只有一條來自媽媽的 X 染色體，在某些特徵上更容易体現出媽媽這邊的遺傳特點，所以才會讓人感覺更像媽媽一點。不過整體來說，孩子長得像誰其實是一個慢慢變化的過程，這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健康快樂的成長。小汪寶人氣也不小，全網的阿姨們都在關注小梅是怎麼把她養大的。目前只發了2個視頻，這個小朋友就已經有3萬多粉絲了，確實是在大家期待中慢慢長大的一個孩子，也會讓人有點好奇，小梅會不会感受到一些來自外界的壓力。我老公在笑我，他在笑，他說你開直播呀，他在我對面，他在我对面打拳。不得不說，小梅这個精神狀態是非常好的，剛生完孩子還能保持一種很旺盛的生命力，陪着老公出門打球，素顏或者淡妝的狀態，看起來是那種慢慢往外流的能量感。這也是我為什麼會去關注他們一家，包括蘭姐的一個原因，這是我自己的一個感受，在小梅和蘭姐身上其實都能感受到一種很明顯的東西，就是不管是女性還是男性，一個人最大的魅力往往就是他的生命熱情。人和人之間的吸引本質上其實是一種生命力的吸引，就像我們會被大樹吸引，被盛開的花吸引，看人其實也是一樣的。當一個人身上有那種充滿生命力的狀態的時候，你會不自覺地想靠近他，我們通常會把這種感覺理解為有魅力。那這種魅力體現在哪？其實也很直觀。第一是眼睛裡有光，當一個人的眼睛是有神的，你是能感受到他那種生命力在流動的。第二是他的笑容，你能從他的笑裡看出來，他是在享受生活的，是有熱情的。不管是对人還是對事，他都有一種投入感，而這種投入和熱愛慢慢會讓他積累見識能力，也會讓他形成和這個世界和他人相處的一種方式。你們覺得是不是這樣？再回過頭來看，她產後1個月就能慢慢恢復身材，這一點確實也會讓很多媽媽覺得挺羨慕的。現在多少斤？我現在47公斤，47公斤。大家現在對汪家三寶的關注度還是挺高的，很多網友也在留言，希望小梅可以多分享一些關於汪寶的日常，大家確實都很喜歡看。她在直播裡也提到，其實已經給汪寶拍了一些視頻，只是暫時還沒有剪輯好，等整理完之後會再慢慢發出來，整體節奏還是比較從容的。關於大家比較關心的滿月酒，她也做了一個簡單說明。滿月當天並沒有做特別公開的儀式，更多是家裡長輩之間一個小範圍的見面，比如爸爸媽媽還有外婆和其他長輩到家裡看看孩子，整體是比較偏家庭內部相對低調的一種方式。至於前段時間網絡上的謠言關於三寶不姓汪的說法，其實他也算是間接做了回應。另外大家提到的他們家的男老師 Sam， 他也回應說一直都在，平時也在幫忙照顧二寶琳琳，這一塊其實也算是對家庭育兒分工的一個補充說明。汪寶抖音好呀，到時候其實我已經拍了幾個視頻了，但還沒有剪，等我剪好之後再發好不好？這裡是高爾夫球練習場，現在臉好看是因為胖了嗎？謝謝。汪寶滿月照什麼時候發？我們那天其實滿月的時候就是家裡長輩就是爸爸媽媽，然後他的姨婆呀、外婆就來家裡看他。我的外婆，他的外曾祖母是這麼說，來家裡看看他。姓汪，不然他都叫汪寶兒，怎麼會不姓汪？我覺得營銷號，因為他們現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寫了，所以他們就得要寫這些新聞來博話題。但確實啦，大家可能有些人也喜歡看這種新聞，是吧？我問你，為什麼你們會覺得寶寶要跟我姓呢？我也覺得很奇怪，我從來沒有在直播上講過這個話。而且汪寶
從他出生到現在，到他開了一個抖音賬號，上面也都是汪，怎麼會是馬？你說 Sam 嗎？Sam 一直都在啊，一直都帶着二寶啊，一直都帶着這樣。100天當然要回北京，100天在北京過。但百日那叫百日宴嘛，因為這邊是沒有那麼多人過百日，在過滿月，然後周歲。然後我老公說，就是他們北京就是會過百日，所以百日就由我老公去辦，就回北京的時候他去操辦。對，所以百日宴會由汪小菲來操辦。這裡也順便說一下，昨天我看到一個網友留言說百日是往生的人才辦的，我當時看到其實挺意外的，也直接把那條評論刪掉了。不好意思，因為在新生兒的視頻下面看到這種說法，我個人覺得是不太合適的。其實每個地方的傳統不一樣，在大陸很多家庭都會辦百日宴。在我們的傳統文化裡，孩子出生100天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喜慶也很重要的日子。這裡其實也可以順帶說一下，有些網友對百日這個說法存在一些誤解。不同地區的習俗確實不一樣，在大陸很多地方，孩子出生100天是一個比較重要也比較喜慶的日子，通常會用來慶祝孩子順利度過新生兒階段。一般來說，在第100天當天辦是比較傳統的做法，寓意十全十美和長命百歲，也象徵着一個階段性的成長節點。當然，也有一些家庭會根據時間安排，選擇在100天前後或者周末來舉辦，方便親友參加。不同地區的講究也會有所差別，比如有的地方會在第96天、97天或者120天來辦，也有男孩88天、女孩66天的說法，主要還是取一個吉利的寓意。也有家庭會選擇第99天，寓意長長久久，或者在100天之後再辦，覺得這樣更穩妥一些。汪寶也回北京，大概在不到2個禮拜吧，10天我就回北京了。這邊呢就是兒童節有放假，然後有放4天假，然後大寶二寶想出去玩，所以我陪他們去過完兒童節之後，我就回北京了呀。小梅在直播裡透露，已經在準備帶着汪寶回北京了，時間點大概就在4月初。其實這個節奏聽下來是有點被推着走的感覺，一邊是孩子還在月子階段，一邊是工作已經排滿，不得不開始進入下一段生活狀態。他也說得很現實，因為要工作，所以只能提前安排回去。這種選擇沒有對錯，就是成年人在家庭和事業之間的一種平衡。從他的描述裡也能看出，家裡的支持系統是比較穩定的，媽媽在，楊阿姨也在，大寶二寶有人照顧。這種多方分擔，其實也是他敢於繼續往前走的重要底氣。另外一個細節挺有意思，就是關於孩子名字的討論，網友起的汪星野一度讓他們自己都愣了一下，但他很明確地說，名字其實早就取好了，只是選擇由父親那邊來公布。這種分寸感，某種程度上也是在給家庭內部留空間，而不是全部交給輿論去消化。再看他對網絡評論的態度，其實也挺典型，就是看看就好，不去過度回應。這背後是一種逐漸建立起來的邊界感。總體來看，他現在的狀態並不是鬆弛的輕鬆，而是一種有安排、有取捨的前進節奏。一邊帶孩子，一邊恢復工作，同時還要面對外界聲音。這種生活不一定輕，但確實是認真在過日子的一種體現。晚了，沒辦法，因為我工作4月初就開始排滿工作了，所以我大概4月初左右我就會回去。寶寶還有我媽媽在家。楊阿姨也在家，大寶二寶在家。網上看見我們的事是不是真的？我覺得很多就是網絡上的事情就看看就好。還有很多給孩子取名字的，叫什麼汪星野，網友取的名字嗎？我也不知道誰取的。我老公那天都懵了，他就問我說：“哎，誰取的？”啊，對，我在直播。他說：“這誰取的汪星野？”我說：“不知道，網友取的吧。”汪寶的名字不叫汪星野哦。到時候已經取好了，但是這個就讓我老公他們去公布就好了，我不公布了。姓汪啊，不然呢？面對網絡上的惡評，小梅其實說得很坦白，她說自己不管說不說話都會被議論，不說有人解讀，說了也一樣會被放大。這種狀態很多長期處在輿論中的人都會經歷，尤其是在剛生產完的階段，本身情緒就容易波動，再疊加外界的一些惡意評論和營銷號的帶節奏，說完全不受影響其實不現實。我不說話也會有人說，我出來說話也會有人說，因為剛生完，所以可能還是有一些情緒的波動，然後有時候看
到一些可能不實的營銷號跟一些很惡意的留言，然後還有很惡意的一些話的時候，其實多少還是會覺得很難過。但是我覺得吧，昨天跟就是那個學校老師聊完之後，就我一個朋友，他是學校老師，然後聊完之後，我覺得心裡舒服很多。他就跟我講了一句話，他說，何必在意就是這麼多外面的聲音？他說，你有發現你就算做什麼或不做什麼，都會被別人說，一路走來。我發現对也对，我不說話也會有人說，我出來說話也會有人說，那乾脆管他的呢，是不是？說白了就是一句話，管他的，你只要把自己的家庭經營好，把日子過好，就是對那些謠言，還有那些等着看你過不好的人最直接的回應，這比任何解釋都有用。大家說是不是這個道理？另外，我也想把話說清楚，最近隨着頻道關注度上來，確實有一些人開始過來留言，說我在跪舔汪家。那我也想問一句，什麼叫跪舔？在你們的邏輯裡，是不是全世界都必須為你們的偶像買單？不管是對的還是錯的，都必須跟着你們一起站隊。我從一開始看到的是有人不断投入流量去放大情緒，把汪小菲打成一個一無是處的人，好像網絡上從來沒有停止過對他的負面評價，所有情緒都在偏向另一方，把一個人完全定性成十惡不赦。那我只是很理性的問一句，如果真的是你們說的那樣，那當初選擇和他生兒育女這件事該怎麼理解？難道連最基本的判斷都不存在嗎？再說回我自己，我的三觀很簡单，這個頻道的流量確實是因為他們一家而來的，那我為什麼要拿着這個流量去造謠，去放大矛盾，甚至去詛咒別人過不好？我反而更希望他們能把日子過好，越來越穩定，因為一個家庭穩定了，孩子才會真正受益，這才是最現實的結果，不是嗎？所以有時候我也會反問一句，如果你們真的在意你們的偶像，那為什麼一邊表達支持，一邊卻在情緒裡不斷放大對立，甚至不在意這些情緒最終會不会影響到孩子的成長？這一點你們真的沒有想過嗎？那你們真正所在意的到底是人本身還是情緒本身？我也把話說清楚，我不是汪小菲的水軍，他也不認識我，我只是一個旁觀者，在觀察他們這一家人的狀態和變化。比起你們口中的各種標籤，我更看到的是他們在一步一步把日子過下去，那種腳踏實地的狀態其實是裝不出來的。我本身也不追星，沒有必要替任何人站隊，我的立场一直很簡單，這個頻道既然是基於他們一家產生的關注，那我更傾向於用相對克制和客觀的方式去看待，而不是借着流量去放大矛盾，制造对立，因為那樣的內容也許有情緒，但未必有價值。相比之下，我更願意去記錄一個家庭在經歷過一些波折之後，慢慢回到自己的節奏裡，把日子過好，這本身就是一種最真實的回應。至於外界怎麼看，其實沒有那麼重要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。最後也想跟大家說，生活終究是自己的，我們看着別人的故事，也要把精力慢慢放回自己身上，把日子一點點過穩，比什麼都重要。沒有大富大貴也沒關係，關鍵是走在自己的節奏裡。人這一生起起落落都很正常，只要方向沒有偏，日子就會一點點往好的地方走，不用着急，時間會給答案。也希望大家都有能力照顧好自己，在有餘力的時候再去好好愛身邊的人。好啦，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，大家有什麼想說的，評論區見。